歌坛天后李明9分钟的控诉录音，震动娱乐圈。8月17日，社交平台传出李明生前控诉在中国好声音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录音，控诉内容包括节目赛制不公，节目组甚至要在总决赛整他等。该录音迅速登上了热搜第一。录音中，李明更称，28年做一个歌手，站在台上被人侮辱、被欺负，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一时间，粉丝们纷纷声援李明，事件影响继续升级。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8月18日大跌超 20%。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回应称，录音为恶意剪辑，出于对逝者的尊重，不再对此事过多解释。8月19日，金星发文 ，Coco 咱不哭，善有善终，恶有恶报，是非曲直之外。这份录音已将背后的资本力量推至台前，直接被投资者吊打的星空华文6698 HK 究竟有什么背景？星空华文的前世。2022年12月，星空华文传媒正式登陆港股市场，此前曾2次冲击港股 IPO 未果，终于在第3次成功。星空华文是中国内地市场的知名综艺造王者，制作的节目包括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点赞达人秀这就是街舞等。其中中国好声音凭借连续播出11季的成绩，创下中国季播持续时间最长的综艺节目的纪录。实际上，星空华文与香港富豪李嘉诚曾有基因联系，这要追溯至1991年7月，当时李嘉诚的合记黄埔在香港成立 Satellite Television Asia Region Limited 简称 Star 公司，覆盖亚太华语市场，运营多个电视频道，包括大家熟知的卫视音乐台，1995年改称 Channel V。1993年，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入股这家传媒机构，并于1995年7月购入余下所有股权。2009年，默多克将 Star 公司一拆分为3，其中包括星空大中华区，旗下有多个频道，包括卫视中文台、星空卫视、Channel V 等。2010年8月，星空大中华区更名星空华文传媒，背后的老板换成了黎瑞刚，他执掌的华人文化基金成为星空华文传媒的控股方。2021年，灿星文化与香港地区的星空华文传媒电影完成重组为星空华文，老同学合作，资本叠加造星，星空华文成为中国娱乐圈的资本力量。与一位叫田明的人物有关，田明有着30年的媒体经验，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早期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中心任职。2005年，他出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后为 SMT 集团综艺部总监，先后策划并运作了《加油好男儿》《武林大会》等节目。2009年，恰逢黎瑞刚的华人文化基金横空出世，成为第一个获得备案通过的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一家名为灿星文化的公司成为了黎瑞刚早期的投资标的。由于田明与黎瑞刚是复旦新闻系的同窗，田明则成为黎瑞刚的重要事业舵手，最终离开体制内，转身加盟灿星文化。之后，灿星文化成为现象级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造王者。此后陆续推出《中国好歌曲》、《中国好舞蹈》、《蒙面唱将猜猜猜》等爆款节目。为了资本运作，田明曾带领灿星文化冲击 A 股融资，但创业板上市折戟后，灿星文化火速与中国香港的星空华文传媒电影完成重组，以星空华文改到谋求港交所上市，最终成功。田明曾这样评价黎瑞刚，他带来的是有资源的钱，更是懂传媒的钱。可以看出，黎瑞刚资本在手，田明则造星在行，一时间打造了中国传媒版图上音乐、IP 运营及艺人经纪的范本，业绩堪忧。分业务来看，星空华文公司收入由4个业务分部组成：综艺节目、IP 制作、运营及授权、音乐 IP 运营及授权、电影及剧集 IP 运营及授权及其他 IP 相关业务，分别占总收入比重的 78%、10.5%、7.7% 和 3.8%。综艺节目、IP 制作、
运营及授权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收入分成模式下，公司与平台共同制作投资综艺节目，并与平台共享广告费。在委托制作模式下，媒体平台委托公司制作综艺节目并支付佣金。虽然星空华文握有优质的综艺 IP 资产，但其财务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业绩方面，公司过去3年半来表现不尽人意，主要由于制作的超大型综艺节目数量由2020年的8个减少至2021年的7个，以及中国好声音产生的收入下降和企业客户广告预算下降等原因。首先来看营业收入的数据。招股书曾载明，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星空华文分别实现收入 18.06 亿元、15.60亿元和11.27元、8.73亿元。显而易见，这呈现出连续4年收入下降的趋势。登陆港股不久的星空华文，直接给股东一个低迷的基本面。对此，星空华文也不忘美言，解释称上述财务表现与疫情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综艺节目市场规模的全行业下降有关，收入逐年下降，股东们看重的净利润表现更是不理想。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该公司的净利润分别录得 3.8 亿元、2780万元和负 3.5 亿元、8692万元，呈现净利润在盈亏之间摇摆态势。8月2日，星空华文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预计上半年经调整净亏损1830到1460万元，亏损同比扩大。再来看现金流企业家的造血指标，星空华文2021年中报、2021年年报、2022年中报均记载了总现金流为负的情况。投资者看到此表现，投资预期难言乐观。加上李明此次的控诉录音事件，更是直接给星空华文带来一击暴击，股价已反映一切。8月18日，星空华文股价大跌近 23.43%， 截至发稿，成交超7550万港元，市值378亿港元，全天总市值缩水115亿港元。客观地说，中国好声音是一个优质综艺 IP， 或许曾经是，但它未必能支撑起星空华文的业绩，更无法向广大股东交代。上市前，国元国际就曾发布研报指出，公司的收入非常依赖节目受欢迎程度，必须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保持行业的竞争力。公司上市后市值约为101亿港币，对应2021年 PS 约8倍，估值较高，因此建议谨慎申购。而目前处于舆论暴风眼中心的中国好声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平息舆论的讨伐？好声音还能继续唱下去吗？不得而知。